在每一段关系中，无论是爱情、友情还是职场，总有那么一瞬间，面具滑落。那一刻，比行动更真实的是语言。一句话就能暴露出他真正把你放在什么位置。而我们在那一刻，往往只有2个选择：是低头压缩自己，妥协真我，还是挺直脊梁，守住底线，哪怕代价是离开。今天我想跟你聊5句话，如果你从一个男人嘴里听到任何一句，请不要辩解，不要说服，甚至不要解释，请你转身离开。这不是因为你脆弱，而是因为你已经足够强大，足够清醒。你已经知道什么时候爱变成了控制，什么时候温柔变成了表演，什么时候留下变成了一种自我背叛。第一句，你太敏感了，这是最常见、最隐蔽的情感打击之一。乍一听，它像是一句中性的评价，甚至略带调侃，但它的本质是对你情绪的否定。当一个人说你太敏感了，他其实是在说你的反应让我不舒服，所以我要把问题丢给你。这是在逃避责任，也是在扭曲你对现实的感知。他没有问你怎么了，他也没有关心我哪句话伤到你了，他只想你闭嘴，不再表达。但敏感不是错，敏感是一种情感天赋，是你对周围世界的细致感知。你能觉察别人没有看到的情绪变化，能听见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。你不是玻璃心，你是感知力强，只是你太善良，以至于愿意给对方解释，找借口，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。可当你一次次被说太敏感，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，质疑自己的判断，你会沉默。为了和平，你压抑情绪，不敢再表达。久而久之，你会麻木，失去和自己的情感连接，你会变得好相处，但也越来越不快乐。请记住，你有权利感觉，有权利表达，有权利为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发声。真正值得你爱的人，永远不会让你去委屈自己，去迎合他。第二句，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人了。这句话乍一听像是一种自信，还魅力十足，但仔细想，它其实是一种控制。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人了，背后的潜台词是你离不开我，你没我不行，你乖乖的留在这儿。这不是爱，是威胁，是恐吓，是情感操控。这种说法建立在一个前提上，就是你害怕孤独，害怕重来，害怕失去熟悉感。而他们正是利用这种恐惧，绑架你继续留在这段你已经受伤的关系中。但亲爱的，不妨想一想，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希望你留下来，是因为爱，还是因为你别无选择？他们不会宣扬自己的独特来贬低你的价值，不会用我是你的极限来限制你的成长，不会告诉你你配不上更好来让你止步不前。当一个人不断强调你找不到比我更好的，他心里最怕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他，而你真的不需要。你需要的是平等的尊重，心灵的安全感，真实的陪伴，而不是一个用稀缺感来操控你自我价值的人。所以当他对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微笑回应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。第三句，你为什么总把事情搞得好像都跟你有关？这一句是典型的情绪打压型否定，它的目的不是讨论事情的对错，而是打击你表达的权利。你想说你受伤了，他说你太自我；你表达你的界限，他说你戏太多；你提出问题，他说你太喜欢指责别人。这不是沟通，是羞辱。健康的关系里，表达情绪是桥梁，是连接，而不健康的关系里，表达情绪却成了你太多的罪名。这句话最危险的地方是，它把你真实的需要变成了问题本身，它让你怀疑
我是不是真的太玻璃心？我是不是真的太计较？你开始闭嘴，选择沉默。你不再提需求，只想不惹麻烦。但你的心在一点点干涸，你的自尊在一次次忍耐中被消磨。你总是把一切扯到你身上，这句话本身就是为了让你觉得你不该成为重点。而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否定你的情绪，他们会说：“我听见了，谢谢你告诉我。”他们不会在你想表达时推开你，而是愿意理解、修复、前行。第4句，你应该感到幸运，我还愿意忍受你。这一句像是一个玩笑，却带着毒刺，听起来像是打趣儿，实际上却是赤裸裸的贬低，是在告诉你，你能有我是你走运。这让你产生情感上的债务感，把你变成求而不得的乞讨者。你开始努力讨好，变得谨慎、压抑、卑微。你害怕他真的离去，害怕失去这份恩赐，于是你越做越多，越忍越久。你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而变成了他好心收留的存在。但请你记住，爱从来不是施舍，真正的爱不会让你觉得你能被爱是因为你运气好，而是因为你本身就值得被爱。任何一个在关系中反复强调我还能忍你这种说法的人，都不是出于善意，而是出于控制。他们想让你忘了你也在忍耐，你也在付出，你也有资格说不。如果有人不断提醒你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，却从来不问你需要什么，那么这不是爱，是一种权力交易。你不是他们忍受的对象，而是应该被欣赏、被尊重、被珍惜的个体。第5句，那根本没发生过，你只是想象出来的。这是最可怕的一句话，因为它试图摧毁你对现实的信任。这句话是典型的煤气灯效应 ，gaslighting 是一种极具操控性、系统性的心理操控方式。gaslighting 这个词儿来自于1944年的电影，名字叫 Gaslight。男主角通过调暗家里的煤气灯、否认声音来源等方式，让妻子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，来达到控制他的目的。当你指出问题，他不解释、不道歉，只是轻描淡写一句：“你记错了吧？你太敏感了吧？哪有这回事儿？”久而久之，你开始质疑自己的记忆、直觉、判断，你开始失眠、焦虑，反复回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太多心。你越来越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，因为你已经被训练成了不能相信自己。而这正是 gaslighting 最深的杀伤力。它不是暴力，但却能让你失去自我认知，丧失自尊，活在他人的版本里。请你牢牢记住，你经历了什么，你记得什么，你感受到了什么，这些都是真的。你的感知不需要别人盖章印证。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否定你的经历，而是会说：“我可能不记得了，但我相信你有你的感受。”从 gaslighting 中醒来是一场回归理智的觉醒。你没有疯，没有想太多，你只是一直太清醒，太信任对方而已。我们每一次的沉默、忍让、退缩，其实在告诉对方：你可以这样对我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如此。你不欠任何人要用痛苦来换取他们的舒适，你欠自己的是诚实面对内心，守护那份尊严和平静。所以下一次，如果你听到这5句话中的任何一句，请不要反驳，不要说服，不要证明自己没错，只要深吸一口气，站起身子，转身离开。你值得被爱，但不是这种怀疑自己、压抑自己、贬低自己的爱。你值得一份让你放松、安心、自洽的关系，因为你已经足够强大，不需要用牺牲来换取陪伴。现在是时候把你的自由拿回来了。谢谢你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留言告诉我你听过上面5句话中的哪句，你是如何对待的。我们下次见。